来吧，下棋。好。你有拍到左围吗？那你有拍到左营吗？老师，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现在把树枝插在你头上。谢谢你哦。龙虎塔的龙虎，龙虎塔的塔。啊，明年的金曲奖就靠我们家玉涵啦！有风又有你。没什么话要说啦，但是呢，如果你用150mm 你那不这种焦就是有话要段，说吗？你们知道龙虎塔的这个老虎是有名字的吗？哎，欢迎收看我们的17368。老师真38。哇塞，就是这样子吗？OK， 我们今天呢就在高雄的左营。哎呦，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在室内开场呢？因为外面很热啊。太热了，现在才4月1号， 4月1号这么热，我已经觉得像8月25号了。我跟你讲，今天一下到左营啊，对，我觉得现在这里是七夕。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左营其实不止来过一次，但左营其实有非常多好拍的。对，而且呢，我们之前的在介绍左营果贸那边的影片中啊，有观众不开心了，没有龙虎塔怎么是左营呢？对啊，我们今天呢刚好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适合来这边拍摄的镜头，就是我们今天的赞助商卡瑟150mm f5.6反射式镜头。这个镜头厉害了，这颗是自动对焦的反射镜头。哇，有没有自动对焦差很多？真的是差非常多。我本来听到是反射镜呢，我跟郑颖讲说不要接，这可以讲吗？它的口径是67mm，磁吸式。哎呦，我的卡瑟很喜欢搞这一套，就是万物皆可磁吸。没错，他们自己有出一系列的磁吸的滤镜。所以如果今天你也是一个磁吸爱好者，卡瑟镜头不会让你失望，标配都可磁吸。重量呢大概在500克上下，随着你卡口不同，重量稍微略有差异。那因为它是反射式镜头，所以它体积是很小的。对啊，就以150来说，这真的是短吧，毕竟反射式看起来跟一般50差不多。差不多。再来呢，它最短对焦距离呢是1.5公尺。而我觉得这个距离呢，我必须说，它不能说太短，但以150来说的话，好像还可以。够了吧？150它有一个很大好处，就是因为我猜很多人买反射式镜头啊，就是贪图那个甜甜圈的散景。因为你最短对焦距离比较近嘛，所以景深就拉的比较效果就很明显。后面那个圈圈呢，真的是圈到你，就是对，要吃晕车药的这种程度，太晕了吧？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镜头呢，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觉得算是真的蛮有趣的。那我们接着呢，我们就左营3景点跟大家分享。出发，Let's go。跟大家先讲一个东西哦，反射式镜头的光圈基本上是固定的。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变焦镜嘛，比如说 f2.8，那时候就会有些新手，他可能误会说，它的光圈是不是就在 f2.8？那你看到一些，比如说 Kit 镜，可能3.5到5.6，然后新手可能会以为它的光圈是3.5到5.6，这时候下面就会有一些老手来回复说，菜鸟你不知道，那个光圈都可以往下缩，好吧？3.5是它的最大光圈，所以一个 f2.8 镜头，你可以缩到什么16、22，但是反射式镜头呢，它就是5.6，你看是不是？大家可能会有点搞不清楚。没错，因为反射镜头呢，它的构造结构跟一般的镜头不太一样，所以呢，今天它是150 f5.6，它就是5.6，所以它没有其他的选项了。所以今天呢，也不会去调整那种光圈，大家也不用担心参数，因为就是5.6。然后这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很好很好。我们现在在建业新村啊。老师，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现在把树枝插在你头上。谢谢你哦，真谢谢你哦。你现在整个头上都长满角这里现在店家很多民宿也很多我们上次就来拍过，小伟你是不是对啊，我们明明来拍过片，就是玉涵那个观众应该都知道，知道了，这上面留是哪一集好不好？我们有来建业新村拍过，而且开场还是开场的。好，玉涵这边不动一下，这一颗镜头呢，它的最短对焦距离呢1.5公尺。那如果你要逼出那个非常魔幻的那个圈圈散景的话呢，后面那个鸡蛋花的树枝不得了。怎么了？我觉得很酷啦。你这样我看不到照片，我很慌我觉得很酷。以观光角度来说，这一区应该是蛮有趣的。而且现在已经10点多了，对啊，街上还是没什么人。好处啦，这是好处啦。给我一个帅气的旋转啊！咚咚，不叫滑稽。他在定义帅气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稍微有点。这是帅气的吗？这是滑稽的旋转。往上看，
看天呐，其实小伟说这边早上没人，很 Nice 适合拍照，不会有影响，是不是？对到处都可以拍。这么好拍，对嘛？对难得你讲出一句人话。难得讲出一句赞同你的话。那窗花是花哎，好可爱哦。哎，真的是花哎，我们都讲真的窗花，它真的窗花是花，它真的是两朵花。这里的窗花，窗花是花，耶哟，再见哟，窗花是花，窗花是花，左营的窗花是窗花，窗花是花，这里有花，左营的窗花还有花。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 MV 巨作啊，老师啊！啊，明年的金曲奖就靠我们家玉涵啦！我们直接跳过什么那个什么奖，走中奖，我们直接进军金曲奖金曲了啦！现在是金曲，啊我们的 MV 又拍好了，对不对？对，我已经想到我龙虎塔要唱什么了。是吗？龙虎是塔，龙虎是塔。看看小野即兴创作，我在等风也等你。哇哇，这个啊，哎，我们这集就别拍照了吧，什么拍照技术，我们这集就是 MV 创作。我在等风也等你，是不是？呀我在等风也等你。准备好了吗？我在等风，也在等你。有风又有你。暴风雨。完了！金曲奖第二个诞生了。第二章，我在等风。也在等你。好，我们等一下然后呢，老师关于拍照的部分呢，我们再分享一下。要拉回主轴，对不对？这个镜头啊，150镜头很适合拍这种树上花。树上花听起来是第3首歌名。在你们创作之前，树上的花。我先把摄影的部分讲完好因为它高度刚好，所以你这样拍的时候可以拍到那个整丛的花。呀因为呢，那个在选择背景的时候啊，因为你要发挥那个反射镜的优势。今天是大家轮流长镜，是不是？要发挥那个，今天这集很 freestyle。太 free 了吧？你要发挥反射镜的优势呢，就是前景对在那个花上面，对不对？然后找一个比较复杂的背景，像这边有一半是天空，但另外一边是更高的树。我用更高树那个地方呢，阳光下来之后呢，那些树叶呢就会变成超级的圈圈散景，效果就会很强烈。但如果你觉得太复杂的话，当然你还是可以转过来，就是让背景是天空，这没有就不会有那些离离扣扣的东西了。所以选择背景也是蛮重要，尤其用反射镜的时候，因为会多一个甜甜圈散景，没错。然后我们用长焦拍摄的时候呢，因为压缩感的关系呢，它就会看起来排列的比较近一点点，哦就可以稍微错开来一点点，让3只有点分开。那如果你要拍人像的话呢，也很好，你可以让玉涵在中间那一只海马那边，玉涵可以过去，但我们不要真的做，我们就靠着就好了。好不然的话呢，又要被骂了。没错。他应该都会限定12岁以内。对，但因为其实玉涵的心智年龄也超过12岁，于涵的心智年龄只有12岁了，脑容量只有3岁。你的发量只有3个月。你好坏，你好坏哦！以上就是我们在左营眷区这边，左营眷村这边，眷区是什么？那我们接着去下一个点。来，1、2、3，Go！ 你会用吗这一段？这是玉涵剪，他应该会用吧？你应该不会用，对不对？你绝对不会用。也很剪得好危险。我们现在第2点就是龙虎塔。那龙虎塔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150这个焦段的话，其实可以做出很强的压缩的效果，但相对来说，你要在哪里取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会用广角拍，但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用望远来挑战。那我觉得呢，我们就也不要太挑战，我们把龙跟虎分开来。那我先找到一个虎的位置，它那个尖尖角角啊，左边第2根，哦，现在那边有个台脚踏车那个位置，第2根那个位置呢，人站在那个地方，从这边外面这个草皮，这个花圃呢，断点这个位置呢，直接这样切线过去，刚好可以拍到人在那里，后面老虎，哦，很棒的压缩的位置。150的话，我觉得半截塔带那个老虎，我觉得效果刚刚好。这个啊，就是在龙塔一进来这个地方，然后呢，让玉涵站在第一个转折处的我的正前方，然后这边可以直接带到那只龙。但是呢，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反射镜，加上了光圈就5.6，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呢，要拍到那只龙啊，光圈可以再缩一点。啊，还要缩？我觉得再缩一点，那个就是龙会更清晰一点。这样拍的话，因为玉涵离后面的龙啊，真的还蛮远的，所以在反射镜下面啊，那个龙圈圈呢有点
有点蛮圈的，所以下次你来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用望远镜头，如果你有70-200的话，或者是你买一颗卡瑟的150 5.6，那你可以试着一个人带老虎，一个人带龙，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效果。你们知道龙虎塔的这个老虎是有名字的吗？我知道啊，你知道巧虎啊它叫什么名字？巧虎，错。巧虎，你看，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乖乖虎，错，它叫丹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虎视眈眈。我觉得从那个外面就这样拍过去啊，这样刚好2个前后有点就利用长焦压缩感，效果蛮好的。哦150那个焦段呢，如果大家在那边拍合照，我觉得就可以跟别人好像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多半的直觉都会是在老虎的正前方对来拍那虎口，我们偏偏要从正面拍啊，绝对不是因为我焦段太长，在正面可能拍不起来的关系。就是吧。所以我们等一下他们3个过去，我这边拍张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如何。哦，我已经想好这里的第4首歌了。哎呦，龙虎塔唱一首歌来，没错，我帮你这首引进开始歌的歌名叫做《龙虎塔的龙》。OK， 来开始。哟，龙虎塔的龙虎，龙虎塔的塔，龙虎塔有龙虎龙。重来，再一次。好，再一次。哟，龙虎塔的龙虎，龙虎塔的塔，龙虎塔有龙虎，还有2个塔。龙虎塔的龙是龙虎塔的龙，龙虎塔的塔是龙虎塔的塔。不错吧？哟，龙虎塔的，我们可以拍得照吗？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150这个焦段呢，一点点，就是它其实很适合拍建筑物的立面，像我们后面有那个慈济宫。我站在龙虎塔这个地方，因为跟慈济宫有点距离，所以呢，我想要拍到那个整个庙的非常正面、工人正面的话，效果也很好。我觉得150这个焦段算是可以拍到非常好的，但当然就是条件比较严苛，因为你要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拍摄。但假设有的话，在拍庙上面，我觉得它是拍庙第一神镜。老师又有话要说了，他很多话。什么叫我又有话要说？来，请说。没什么话要说啦，但是呢，如果你用150 mm 你那不就是有话要说吗？没什么话要说了，然后就开始讲半小时。我们用150这种焦段在拍照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你可以在另外一个景点拍前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那个凌霄宝殿，就是在龙虎塔隔壁的另外一个庙。你到这个地方来啊，你依然可以回头拍龙虎塔。我们从那个龙的尾巴，可以直接形成一个框景，框到整个龙虎塔。来，龙的尾巴。用150呢，刚刚好就在龙的尾巴呢，你可以完美的框到了龙虎塔的塔本身，可以做出一个跟就原本完全不一样的构图。你完全没有拍到老师啊！我拍这个啊？你拍什么？对，你继续讲嘛，你继续讲。所以呢，我想讲的就是呢，其实你用这种很望远的焦段在拍照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想法会跟用广角不太一样，因为你其实有机会就是在另外一个景点去搭配到前个景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事情。小伟，相机拿起来一下。你这个相机啊。好，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没电的时候啊，就跟人家借相机，然后把人家的那个电池啊拔掉，然后自己的电池收好，然后装别人的电池，没问题，好，就可以继续拍照了。太好了。然后相机放地上。不行，相机是我的啦，还我。看谁要？没有那个许愿池啊，许愿池。毕竟你要许有一栋房子，你要给出你的代价要够大，代价要够，对，就是这台了。好，所以房子也是我的嘛，对不对？你现在丢下去，如果真的有房子，插入一点小介绍，诚如一开始所说，这一颗镜头呢，就是卡瑟的特色，就是它现在都有磁吸的，所以卡瑟自家黑柔呢，你可以直接用吸的放上去。然后它如果你买卡瑟的这个啊，它其实还是会有附一般螺纹的环磁吸上去的，所以你还是可以用螺纹的方式锁，都可以用。对，但如果你喜欢磁吸的话呢，整个卡瑟系统现在都是可以磁吸的。好了，那我们接着呢去我们高雄左营最后一个点。就是这了啦，你不要再假装了，就在后面，大家都看到了。建成知道，没错，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小伟知道，没有错啊。这个建成之道呢，相当有特色。我跟你讲，左营这里啊，是全台湾第一个10强的城市。然后它建成之道呢，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用这个铁的连接它旧的10强。好，走上去看看。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在建成之道这一趴就上黑柔了，好不好？因为想说。
要看一下还是用一下，对，还是用一下。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边的看起来对比会比较低一点，不是镜头坏掉了，然后是因为我上黑油，强调一下。我们上来之后发现一件有点尴尬的事情，是我们是在建成之道的正中间。对，我哎们不知道该去北门还是去东门。它连接北门跟东门，我们就选一边走了，看会不会看到旧城墙。在上面往下拍长焦也很好看，好不好？哎，这个时候啊，要做一件事情不要用黑楼，是不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啦，以街拍来说。到了，其实蛮快的啦，大概15分钟左右而已。那你知道最有趣的点是什么吗？什么？其实旁边那边就可以有小门出去，然后就到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但是我们刚才绕了后面一整座小山呢，才走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走了建成之道，对，那建成之道呢，就是把东门跟北门中间用步道连起来。没错，对，所以城门就是城门，步道就是步道，没错，它就是一个让你看到2个城门步道。但是我不得不说，那步道其实修的蛮好的，对，确实整个路线上呢，我觉得是蛮舒服。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可以去城门拍个几张照。好，这里真的是长焦，拍起来赞。对，好了，那代表说玉涵可以去门口了。不错。这种弯曲的小巷，弯曲的小巷，长焦特别适合。对吧？1、2、3，Go！ Nice。好，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在这段时间呢用这个镜头心得。然后一开场有说它是一个很好玩镜头，因为我觉得反射镜啊，算是蛮多人可能在学习摄影过程中都会看到，都会有点想尝试。一般劝退一点呢，都是因为它只能手动对焦。可因为这个镜头呢，第一个它又小巧，然后它焦段150，算是一个蛮好用的焦段。再来就是它自动对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也必须说，因为它的特殊性啊，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去针对它说画质上表现说给它太过于严苛的讨论，因为毕竟大家在购买反射镜的时候图的多半不是画质哦，你会选择别的镜头。再就是它的体积，150mm 体积这么短而已哦，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你如果今天对入门你想要尝试玩玩看150个焦段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或者是如果今天你就很喜欢甜甜圈散景，你想要多一颗镜头来做一些特别的效果，它在面对逆光的时候啊，它的散景就如同多数的反射镜一样，它会因为中间那个反射机构，它会有很夸张的那个圈圈。那当然呢，相对而言，就是它的反差会变得蛮低的，所以在细节的刻画上呢，可能不若其他比较高阶镜头那么好。但如果你要问拍出来画面的有趣感跟不确定感的话呢，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很多的可玩之处。在对焦上面啊，虽然说它可以自动对焦，我还是要提醒一下。然后我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会切成 FS 的原因是因为如果用 FC 的话呢，它的对焦是会跟不上的，会导致画面不停的抽搐。虽然是难得反射式镜头终于可以自动对焦镜头，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把它当做就是一个我指哪就对到哪，一瞬间对到。应该说它就是有自动对焦可以辅助你去对到焦。那我自己的话，如果是我要使用的话，我觉得我会加一点锐利度。那散景的部分当然不用讲，因为它是反射式镜头，它的卖点就是它的散景非常的夸张，所以焦外的那个就是模糊的感觉呢是很明显的啊。这个我相信大家看照片应该可以看得出来。那这几点呢，可能在其他镜头上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它是缺点，但因为它本身的特殊性，所以我不会把它当做是缺点。我觉得是这个镜头它独特的卖点哦。这个就留给大家看一下照片来参考一下。好，那就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期368，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老师真38。Destin。我属虎，哦，你属虎啊？我妹属龙，所以来这里就是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属于的生肖。可是我属狗。那就是路边的，像我也很方便啊，我去市场就好了。啊，我属老鼠。对，就是旁边水沟盖一下，翻一翻，哎。那这里的话就要去亲近农场。为什么？为什么是亲近？不是，它不是属羊，我记错了。你记错了，你记错了。是啦，断在这里吧。